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号宣布，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为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作为今年我国最大的主场外交，本届高峰论坛将对外传递怎样的积极信号，备受全球瞩目。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扬帆再起航。以此次高峰论坛为契机，中国也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总结经验，擘画蓝图，引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发展。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论坛的官方网站也于11号正式上线。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论坛官方网站以中英文2种语言的版本呈现，将及时发布高峰论坛的相关信息。网站特别推出“一带一路”畅联全球互动体验，以知识问答为线索，通过3维地球，帮助网友沉浸式探索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感受10年来“一带一路”合作的累累硕果。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中国的对外交往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办好2大主场外交，其中之一就是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据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李克欣10号透露，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有13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参会。很多国家都对即将举行的这一高峰论坛充满期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在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期间就表示，他对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抱有最乐观的期望，因为中国朋友总是以最高水平组织在其境内举办的活动。而作为中方一项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许多与会国家不仅将其视为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良机，还将其视为深化与中国持续展开更广泛国际合作的重要机遇。新华时评则结合中国举办此次高峰论坛的国际背景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经济复苏道阻且长。在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中，各国迫切需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团结反对分裂，以合作促进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意义愈发彰显，前景更加值得期待。也恰值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那实际上呢，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永不停息，而且呢，未来对外开放相比于过去来说，一定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呢，是中国目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路径、基本平台。国新办10号发布重磅白皮书，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既是对过去10年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标志性意义。白皮书中一项民调显示，超70%海外受访者认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个人、国家和全球治理带来的积极意义。人民日报11号发文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10周年为新起点，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扩大产业与投资合作。开放将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为未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为中国与广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呢，提供更加具体、更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具有新意的指南。可以说，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它所实现的互联互通，已经相比过去10年，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都将急剧的扩大，都将实现了整个世界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更加广泛的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的一系列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互联互通这样一个概念，在未来10年一定会更加饱满、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白皮书还明确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建原则，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地缘政治工具，而是联动发展的行动纲领；不是现有地区机制的替代，而是与其相互对接、优势互补。China is providing that opportunities, that financing model, and not only the expertise,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 funding mechanism. It is up to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So nobody force you to go into a trap. So for Malaysia, we definitely do not see it as a debt trap.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must bring long-term economic benefits. And before you sign up, the respective country,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 must do a thorough study. You must consider various aspects.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definitely we look at this as a collaboration and to bring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站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白皮书还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因为全球发展失衡了。用白皮书中的话说，少数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普遍普惠的发展，而是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原因就是一些大国攫取利益后，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反而为保住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市场规则。白皮书说，世界经济发展由少数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独享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一带一路”倡议说到底呢，它就是要彻底让整个国际社会摆脱过去那种发展成果由少数国家垄断、发展机遇由少数国家独享这种不公平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实际上它也向整个国际社会，向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证明了什么叫互利共赢，什么叫普遍的繁荣，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最生动、最实在的写照。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当局在南海海域接连利用海上力量，不断制造各种事端。10号当天，菲海军一艘炮艇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邻近海域。此前一天，外交部发言人也就仁爱礁问题答记者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10月10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炮艇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甘宇强调，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方行为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自8月以来，菲当局在中国仁爱礁黄岩岛海域进行了一系列挑衅动作。针对菲方一再滋事，中国外交部从9月25号至27号连续3天予以回应。这里呢，我也愿意再次重申，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方的所谓行动，纯属是自娱自乐的闹剧。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黄岩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除了黄岩岛就菲在仁爱礁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外交部发言人9号以答记者问形式表示，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不断派公务船、军舰强闯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非法坐滩军舰的建筑物资，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发言人重申中国对仁爱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立场。仁爱礁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仁爱礁从来就不是菲律宾领土。规定了菲律宾领土范围的相关国际条约中，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完全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以距离非领土较近为由对仁爱礁主张主权，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外交部的有关声明呢，它是有历史依据，也有这个国际法依据的。那么菲方在西方势力的挑唆之下，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反华势力的操纵之下呢，那么在包括仁爱礁之类的南海的这个岛礁权益上，向中国持续性的发出挑战，那么制造这个海洋权益的这个争议，并且呢将南海这个敏感的这个问题呢，然后国际化。引入这个域外力量的这个介入，使这个局势跟这个秩序这个复杂化，在仁爱礁问题上的这个挑衅，在国际法理上站不住，在实际行动上最终也一定会失败。外界注意到，菲律宾此轮挑衅行为明显经过了精心策划，每次行动都有大批外媒擂鼓助阵。此外，美国在背后扮演了煽风点火的角色。本月2号至13号，美菲等国还在菲律宾吕宋岛附近举行齐心协力联合军演，这里距离黄岩岛只有约340公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菲律宾进行了密切的军事勾连，活动相当频密。为南海的局势呢制造了更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会为南海的和平稳定带来极端不利的影响。
中方的公务船只呢，一直保持了冷静、专业、克制的态度，一直呢在避免事态的扩大。但是呢，有关方面一直进行这种挑衅的举动，对于南海和平稳定，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就是 COC 的磋商，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最终受害的呢，还是域内国家自己。此外，菲方近期还频频拿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说事。美国国务院8月也曾发表声明，无端要求中方遵守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外交部发言人在9号的声明中就表示，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直接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调整的范围。同时，中国政府已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规定，将海洋划界等问题排除在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之外。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公约规定。仲裁庭违反国家同意原则，越权管辖枉法裁判，所作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任何拘束力。菲律宾依据上述裁决，主张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菲一直借仲裁案混淆视听，南海的紧张局势责任应由美菲承担。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呢，那么从源头看来，就是这个西方势力操纵下，那么对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一次非法的剥夺。所以呢，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从源头上就不承认其管辖权，采取了这个不参与，那么不承认、不执行的非常清晰的这个政策。美菲之间的这个勾结，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挑衅呢，使得南海局势以及中非关系呢，又重新这个陷入这个冲突的漩涡，那么出现了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倒退，那么这个责任呢，当然是要由美菲这个承担。